你是不是正在对未来充满担忧？是不是每天都疲惫不堪，感觉身体被掏空？这种挥之不去的疲倦感，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忙碌，而是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时刻，你大脑里总在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忧愁，让你无法获得真正的休息，自然没有精力过好当下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困扰了无数人，让你深感焦虑的话题——精神内耗。它究竟是什么？导致你内耗的根本原因在哪里？以及我们如何停止无意的内心消耗？如果你想找到答案，请一定要看完。印度高分电影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，兰彻劝拉加时说：“你总是担心明天，又怎能把握好今天？”拉加的家庭贫困，性格敏感，对人生充满了恐惧，害怕考试不及格，害怕面试不通过，害怕姐姐嫁不出去，害怕父亲病重。这些担忧让他无法静下心来学习，每次考试都是倒数。他每天活在焦虑和内耗中，做事瞻前顾后。其实，许许多多的人总是在胡思乱想，患得患失，反复回味负面想法，导致消极行为。过于在意他人评价，缺乏行动力，都被称为内耗的典型表现。这种状态被大家称为精神内耗。精神内耗这个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术语，却描绘了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心理现象。实际上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担忧的事也没有发生，却因为内心反复的纠结、过度的内心斗争，精神被大量消耗，从而导致身心俱疲的状态。通俗地说，就是持续不断地和内心自我对抗，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。精神内耗通常表现为以下5个典型特征：一、消极的自我认知，核心特征就是负面的看待自己，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够好，习惯性的用负面想法来解读发生在身边的大多数事情。二、过度忧虑，内耗时脑袋里总有挥之不去的杂音，对自己的言行反复检讨，比如朋友没及时回复信息，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，是不是我把他得罪了，纠缠于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同时也过度担忧尚未发生的未来，常常因为一件小事，在脑海里进行无数次的推演和假设，结合消极的自我评价，让自己越想越痛苦。三、选择困难，精神内耗常常伴随着犹豫不决，无论是人生的大决策，还是日常琐碎的小选择，都可能让内耗者陷入深深的焦虑，极度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，从而在反复权衡中消耗心力。四、追求完美倾向，完美主义者往往会执着于完美的行为和结果，从而加剧精神内耗，一点小瑕疵都可能让他们难以释怀。当达不到自己设定的高标准时，更加陷入焦虑和自我批判。五、情绪消耗，精神疲惫，在一系列的内心持续冲突下，产生大量负面情绪，如焦虑、忧郁、内疚、自责、羞耻等，一整天都没做多少事，却依然感到极度疲惫。如果你还不清楚具体该如何调整，别担心，接下来我将分享3种经过验证、切实可行的方法，帮助你摆脱精神内耗。方法一，运用情绪 ABC 理论重塑认知。在认知行为疗法中，有一个非常基础且强大的理论，叫做情绪 ABC 理论，由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爱丽丝提出。A activating event 就是引发我们情绪的触发事件。B belief 指我们对这个触发事件的信念、看法或解读。C consequence 指由我们的信念所导致的情绪和行为结果。很多人习惯性的认为有前因必有后果，是事件 A 直接导致了结果 C， 但情绪 ABC 理论告诉我们，真正决定我们情绪和行为的并非事件本身，而是 B， 我们对事件的解读和信念。同样的一件事，由于信念、看法或解读不同，完全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举例来说，你给朋友发信息，对方没有回复，负面解读他肯定是不喜欢我了，故意不理我。结果感到焦虑、失落、愤怒，开始内耗，反复琢磨。正面理性解读，他可能正在忙，
或者没看到消息，等他有空了自然会回的。结果心情平静，继续做自己的事，或者过些时间再给他发一条消息。不同的解读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存在。如果你也有精神内耗的问题，请尝试改变对事情的信念或看法，用正面的解读去看待问题。你的人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。方法2：课题分离原则。阿德勒心理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，课题分离 （separation of tasks）。在一件事情中，要清晰地分辨哪些是我的课题及我能控制、我需要负责的部分，哪些是别人的课题及别人如何想、怎么做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我们只需要为自己的课题负责，而不要为不属于自己的课题担忧或焦虑。比如说，别人评论我今天的穿着打扮，我的课题是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，别人的课题是他对我穿着的看法。我根据自己的喜好、场合、需求、舒适度等因素，做出今天穿着打扮的决定。别人对我形成什么样的评价，那完全是对方基于自己的标准和意愿的行为。这个评价是对方主观世界的产物。课题分离并不是冷漠，而是管好自己能控制的事，不要试图控制只有他人能控制的事，这样能极大地减少因人际关系、他人评价引发的烦恼与内耗。方法3：学会不抵抗并无视大脑没用的念头。如果你的精神内耗像是一种挥之不去的，似乎并非你自愿产生的杂念或担忧，你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想要停止它，却发现越是压制，反而越是顽固，那就不要试图强制停止它。要知道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一部思考机器，它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产生念头、联想、分析、规划，就像心脏必须跳动，双肺必须呼吸一样，大脑思考也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功能。无论你是否在意这些念头，它们都会自发地产生。问题往往不在于念头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如何与这些念头互动。如果你已经理解了前面所说的内容，你会进一步发现，让我们真正感到痛苦的，往往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念头本身，而是我们对这些念头的想法，以及被触发的负面情绪、恐惧、焦虑、害怕、愤怒、沮丧。我们之所以被这些念头牵着鼻子走，反复陷入内耗，是因为我们无意识地抓住了它们，并相信了他们所讲述的故事。但这些念头真的都代表你吗？值得你如此相信吗？你会发现，大脑产生的念头常常毫无逻辑可言，甚至自相矛盾。很多念头简直是胡言乱语，但我们却常常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。大脑每天可能产生数以万计的思绪，哪些念头是基于事实的理性思考，哪些只是习惯性的担忧或无端的猜测，真真假假混杂其中。我曾经也深受其苦，被各种负面念头牵引，情绪如同过山车般起伏不定。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，很多念头就像收音机的杂音，它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听信它们，更不代表它们就是你。问题不在于念头的产生，而在于我们是否选择抓住它不放，并为之注入情绪能量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些思绪根本不值得我相信。问题不在于思绪的产生，而在于我们为什么要抓住它不放。如果你还是难以忽略它，就请你闭上眼睛，闭上嘴巴，用鼻子深吸一口气，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重复3次。当你睁开眼时，一切都风轻云淡了。人生从这一刻开始，更轻松、更自在地前行。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。希望这些分析和方法会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